往前就踏上未知的路，那不存在的未来是我的徘徊，盲目跟着光，跟着风，坚守着什么？无形的伤害，无法再等待，一切都来不及更改。走出了黑暗，走进那曙光，闪开你的心房，微笑了奢望，穿越了迷惘，双手迎接曙光，把过去永远永远永远都释放，寻找光，就算路上依然有风浪，再一次张开双手拥抱希望，不再被眼眶，也不再彷徨。宝贝，你在找什么？认地方。认地方？我还以为这里是你的地盘呢。我15岁就到新加坡读书了，好不好？好像过头了。嗯，过头了。那我转回去啊。不需要，不需要。你在前面转左。OK。Satu cendol。这就是你念念不忘的钱豆啊。我读书的时候会把零用钱省下来，存够了钱就来买一碗。那起来很好吃。来，尝一尝。好啊。哇哦。很好吃哎。怪不得你心心念念的，这椰糖甜，椰浆鲜，还有这全豆条的颜色，一看就知道是用天然的斑斓制作的，难怪这么好吃。你可以当美食网红了。我仿佛看到少女时代的你，吃到一碗全豆就心花怒放。你小时候一定很单纯，很可爱。挺可爱的。有一次我搭巴士，有个人摸我的腿，我就用鼻尖往他的手插下去。天哪，他的手不是完蛋？他忍着痛跑下去了。活该，谁叫他好惹不惹，惹上了。我们一家都是女人，如果我不凶，谁来保护妈还有妹妹？好，就冲你这一句话，我们多住一天吧。为什么？明天再来吃全豆啊。他明天休息。那你什么时候想吃？告诉我，我买机票陪你飞过来一起吃。我去拿纸巾。你不是说你们两个越来越没有话题，总是相对无言，对吧？好像有一次我们吃晚餐，想要庆祝结婚周年，
不过，多数时间都在手机上，即使说话，就是那种不要怎么样？还好吧。嗯，没话找话吧，倒不如不说。这夫妻间一旦被生活中的琐琐碎碎包围，曾经的激情跟甜蜜就会渐行渐远。曾经的激情、甜蜜，你们总有过干柴烈火的时候吧？什么干柴烈火啊？你不要责我，这男女之间一旦没有激情，就会索然无味了。可是激情是短暂的，现在生活中的节奏那么急促，难免会被工作、孩子的日常事务给淹没。这许多夫妻也会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渐渐地忽略了彼此的感受，爱情也会变得平淡无奇。所以有人说，日久生情，也日久生厌。要是等到日久生厌，那就太迟了。这夫妻间的感情要细水长流，不能变成一滩死水。漂亮，真漂亮。钱都才吃2口，嘴巴就那么甜啦？是啊，走吧，我们去开房。我是说 check in 酒店。方达，嗯，你去读 MBA 吧。你不是有想过吗？读 MBA？怎么忽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事业已经碰到瓶颈，我想考上 MBA， 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条件，然后换间公司。你在这间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一个 AVP 干了快10年，你说好吗？我也是要看清这些外国公司了，不管你多努力，决策层用的还是海外人才。那不是绝对的。TT 公司的 CEO 就是本地人。再说，新加坡海外公司那么多，你换来换去还是海外公司。至少环境不一样吧。我都快40了，再不为自己搏一搏，也就这样了。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就因为快40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一时冲动。你觉得我是一时冲动？不是吗？现在升做 VP 的不是你，你就想离开？我不是反对你读 MBA， 但是不应该是为了逃避。你觉得我在逃避？是。我以为你会支持我，没想到是打击。我不会支持不理智的决定。你不是不赞成我读 MBA 的吗？我不是不赞成，我只是不确定，你是真的想要提升自己，还是在逃避？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同意了？你是不是发觉我不是在逃避？不是？我只是在想，即使逃避，也没什么不对。什么意思？人看不到希望就想逃，虽然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如果不逃，可能会有更坏的结果。大企业都是无情的。今天你还在开会，明天可能就进不了公司大门，开不了公司店了。HR一张纸，你马上就得离开。我想在被列入裁员名单之前，抬头挺胸的离开。你如果决定了，就去做吧。但是我不想逃避，我想在确定自己是真的想提升自己后，才去进修。谢谢你，点醒了我。
会。还有啊，你把我们当什么稀客啦？是稀客啊，这么久才回来一趟，最后一道啦。阿成，听慧宝说你在看一处幼稚园，是啊，园主年纪大了，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手他的幼稚园。我跟慧宝商量过了，价钱蛮合理的。慧珍是担心你们忙不过来。我会想办法的。哎，大姐，你别担心，慧宝之前说叫妈回来，她是开玩笑的，妈还在你们那边享福呢。你怎么说话的？我说错了吗？姐会以为你在讽刺他哎。没有，大姐，别听他胡说，看你吓的，我很可怕吗？不可怕。我比较可怕。对，对。不可怕，你们都不可怕，不可怕。你们果然是两姐妹，就喜欢欺负自己的老公。当然啦，连外人都说啊，我们一看就像两姐妹。是吗？你嫌弃我啊？我知道，我没有你漂亮，没有你气质。哇，阿成，我觉得这里好危险。走，我给你看我的新相机。好啊，你们慢慢聊，我们很快就回来。哎，说那个我们像姐妹的那个人是谁呀？是来买柚子的客人啊，你们一离开就进来了。他是个新加坡人，长得蛮帅的。他还说他是律师，我就说我姐是大律师，既然是同行，我就给他折扣咯。姐夫，你们打算明天几点开车10点半左右吧，我们会先去甲板一趟。去看他舅啊？那你顺便劝劝他搬家吧，他那破房子啊，就怪他了。我知道。阿成啊，今晚谢谢你啊。自己人那么客气。你们有空就带孩子来新加坡玩吧。好。哎，你的车停那里？啊，对面街。我也是，我们去把车开过来。你们在这里等吧。行，我干姐在这里。哎，记得啦，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知道，你别嫌我烦就好。还有啊，我很久没见到小鱼了，以后大家一起回来跟子阳玩嘛。一定会。今晚怎么这么热啊？姐，你在看什么？没事。这巷口好像有点恐怖。那就别看啊。哎呦，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啊？芬达，我下去买点东西。等我冲完凉，我去买吧。哦，不用了，我很快的，我先下去啦。小心点啊。喂，我不是叫你不要跟着我吗？
我没有跟着你。没有，我才刚离开，你就进我妹妹的幼稚园，你想干什么？我只是去参观一下，顺便买2粒柚子。我什么都没跟你妹妹说。我不是叫你回新加坡吗？的确想要回去，可是我想这样就回去是对的吗？万一你出什么事，是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是不是想要敲诈？说吧，你要多少钱？什么，宝贝？不要这样叫我。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编造谎言，还一路跟踪，不是为了钱吗？当然不是，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在你有危险的时候保护你啊。我会有什么危险？你有生命危险。张方达，他想要杀你。看过一个真实案件，一个丈夫带着妻子去欧洲旅行，途中妻子死了。起初以为是一起意外事故，可是后来警方发现很多疑点，怀疑丈夫就是杀死老婆的凶手。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用这样的案例来吓唬我。人性有时候会让你大吃一惊，等你发现他的真面目时，就已经太迟了。那你告诉我，方达为什么要杀我？也许他偷偷替你买了巨额保险，也许他有连你都不知道的秘密。什么秘密？既然是秘密，那也只有他才知道了。够了！别以为你说这一切就会吓到我。不要以为我在吓唬你。你以为最亲的人，也许是最危险的。魏默生，我眼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你。宝贝，你不是要去买东西吗？哦，我接到一通电话。哦，那我们去买吧。不了，不买了。谁是魏默生？一个很烦的人。他是不是找你麻烦？你不要瞒我，我听到什么危险的，他要是威胁你，你就让我知道。早安，亲爱的，到哪里啦？怡宝，不要告诉我你在吃鸡丝河粉，我会恨死你。我在健身房，昨天一整晚都没睡好，我又怕吵醒方达，就下来了。怎么啦？又有麻烦事？那个人没回新加坡。啊？他跟到怡宝去？他又在纠缠你啊？我去我妹妹的幼稚园，我前脚走，他后脚就到。后来我妹夫请我们吃饭，他就在酒楼外面偷看我们。这也太恐怖了吧？你也觉得恐怖对吗？是啊，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居心啊？你知道吗？他恐吓我。哈？他恐吓你什么？他说方达要杀我。哈？简直胡说八道，对不对？对呀，他到底有什么居心？方达要杀我，我怎么可能？他是不是要让你对方达的一举一动产生怀疑？这人也太可恶了吧！哎，我跟方达说了。他听到我跟对方说话，我就找了个借口
但我在想，这件事也瞒不了多久。与其等他发现，不如先让他知道。你这么做就对了。不过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跟他说的。他在一间律师楼上班，是实习生。我们的公司都在 CBD， 所以就碰过2、3次面吧。有一次，他跟我请教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就在想，他还在实习，挺辛苦的，就帮帮他。之后他说想要答谢我，请我吃饭。还有1、2次，在酒廊碰见了，一起喝酒。你也知道的，我和我一些律师朋友下了班就约出来喝酒减压，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没想到他会说他喜欢我。才见过几次面，就说喜欢你，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不规矩的事？那倒没有。他跟我表态后，我很认真、很严肃地跟他说他越界了，我还拉黑了他的号码。我真的没想到他还会跟踪我们，还找机会跟你接触。就这样，他也没多问，只是叫我不理他。你没告诉他那天晚上的事？没有。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坦白。你有没有想过，要是这个蛙又在说什么花样，那到时方达才知道你隐瞒了他，那你说他会不会？那我就说，他胡说八道，想要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万一，那我是说万一，那个歪手里还有其他的证据呢？他这个人满口谎言，会有什么证据？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先告诉方达。Apple， 我们这次一起旅行是因为听了你的建议。初心，记得吗？这几天的相处，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好像有种回到当初的感觉。所以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件事而破坏气氛，你明白吗？我明白，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当然可以，你说吧。打电话给那个姓魏的。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吧。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when you say you're never coming back. 'Cause this train has gotta keep on moving, even though we're running out of track.
when you say you're never coming back. 'Cause this train has gotta keep on moving, even though we're running out of track. 哇，这地方还能住人吗？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这些建筑虽然老旧，但看得出都很有特色。以前应该曾经繁华过吧？老一辈的人都说，先有甲板才有怡保。锡矿业发达的时候，这里就是矿主集中的地方，曾经风光一时。这感觉太不真实了。我们习惯了忙忙碌碌的生活，忽然来到这里，感觉时光好像停顿了。该怎么形容呢？时光停留在甲板，慵懒的午后。形容得真好，不愧是德国作文比赛第1名。少来。这个是你今天的第一个笑容。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啊？是我惹的麻烦。这不关你的事。谁叫我的宝贝长得那么漂亮，又那么迷人？我已经够担心了，你还开玩笑？你担心什么？他从苦口开始跟踪我们，我能不担心吗？你从苦口就发现他了？猜的。如果他不是在那边开始跟踪我们，他怎么会在休息站跟你讲话，然后又出现在我们 Port Dickson 的酒店里，再然后在小镇？有可能。你干嘛？好像有人跟踪，在哪？在那里。无聊啊你！照我推测，他是因为被你拒绝，还被你拉黑，心里不是滋味，才故意搞跟踪，想要吓吓你，让你这个假期过得战战兢兢的。所以，不要中他的计，你要好好享受，尽情的玩。OK？ 走。这栋建筑当年一定很有气势。听说大家都称它为皇宫。皇宫，怪不得了。可见这世上没有永远的荣华富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的功名富贵都是转眼云烟。所以我们要更珍惜现在啊。回去后，我会再去找你爸妈。怎么突然提起他们了？他们年纪大了，跟我们的关系又闹得那么僵，跟儿子生疏了，孙女又见不着，他们2个一定很寂寞。谢谢你啊，宝贝。你刚才说会再找我爸妈，你之前找过他们？你记得我喝多了那个时候吗？我跟 Apple 聊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婆媳之战，往往胜利的是媳妇，
因为儿子会选择息事宁人，选择妥协。但是丈夫不会因此而更爱你，相反的，他将来可能会开始埋怨你。而两个老人家因为失去了儿子、媳妇、孙女，孤独地走完他们的人生。所以第二天，我就约他们出来了。今天我约你们来这里，是想跟你道歉的。不敢当，是我们老糊涂，冒犯了你。这些年，你们帮忙照顾小鱼，尤其是妈，经常煮汤炖肉送来给我们吃，我真的很感激你们。我跟方达都忙，小鱼还小，所以钥匙就放在你这，我跟方达比较放心一点。看我干嘛？你敢拿？不怕人家说你老不休啊？妈，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上门之前先打声招呼，我可以准备一下，好招待你们。你说的那么好听，要是你妈要上来，你也会这样要求她吗？我会。结果呢？咖啡茶没喝完就走了。我不应该这样回答他们，他们肯定觉得我信口开河。我知道你的回答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你知道什么用？反正搞砸了。你不要这么想嘛，我妈本来就很难搞的。别这么说你妈。我回去后会再探问他们。我陪你一起去啊。不了，你比我更不会说话，我自己去。还是我老婆深明大义。你看，这些屋子都已经变成树屋了，还可以住人。你别看它这样，很多老居民还住在这里的。但你看这些老建筑，好有特色，整修一下就可以开咖啡馆。咖啡馆？好啊，那我们退休了就来这里开咖啡馆吧。可能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反正我们志不在赚钱，在生活嘛。那就这样约定了，我们退休后就在这里开咖啡馆。你做糕点，我泡咖啡。好。哎，二舅的家。哇，天哪！你二舅家有够破旧的。所以妈才要他搬出来啊。二舅，二舅，你有没有二舅电话号码？他没手机，那室内的电话呢？也没有。哎，他常去那边的咖啡店，我们去找他。好。那边。好。宝贝，我终于看到人了。二舅肯定在里面。怎么了？阿珍啊！二舅。嗨，宁、Jane，这么巧？哎呀，你看我老眼昏花，差点认不出你了。二舅啊，我们从新加坡来看你。啊，有心有心，我的外孙女、外孙女婿，一个是大律师，一个是大公司的高管。哦，对了，这个年轻人也是从新加坡来的。昂哥，我们认识的，这么巧在这里碰到。那一起喝咖啡，吃包子。老张，
宝贝，你先和儿子聊吧。York， 我们聊一聊吧。好啊。你觉得很好玩吗？玩？玩什么？你一路跟踪我们，从 Coco 到 Port Dickson 到怡保，很好玩吗 ？Nick，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为什么要跟踪你们？没错，我们在旅途上碰过几次面，我也觉得很巧啊。也许这就是缘分吧。缘分？谁跟你有缘分啊？我警告你，不要再骚扰我老婆。看来我和娟的事都知道了。哦，你当英雄的事吗？是啊，我老婆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听起来，那更像是一场戏。戏？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你说我当时在演戏，有趣。那你可以告诉我，演这场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哎，先别告诉我，让我猜一猜。因为我想要接近君，也就是说，我在打你老婆的主意。有什么好笑的？可笑啊！我跟踪你们，我打你老婆的主意，这是电视剧的剧情嘛？你看起来蛮在乎他的嘛？真的在乎君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这么问？因为我才是在乎君的人。说什么？我说我在乎君，信不信？我一拳打下去。你果然有暴力倾向，怪不得会打老婆啦。打老婆？谁打老婆了？你呀、你放屁啊！他说的。他是谁？君说的。一开口就穿帮，还说自己是律师呢。哎，谁请你当辩护律师，谁倒霉啊？你不信？
信你，我就是白痴。我老婆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你老婆。我不了解，你居然了解吗？对，我比你更了解 Jane。不用担心啦，我在这里有那么多老朋友。那间屋子看起来是又老又旧，可是没问题的。这些老房子坚固得很，就像我一样，老当益壮。二舅，你在这等我，我去找方达。方达，方达，发生什么事了？他打你了？你有没有受伤？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会跟我说什么？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跟他说我打你？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他胡说，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算了，方达，你不要相信他，我不会这样说的。我也不相信啊。所以，这是证据，他打我的证据。不可能，不可能的，方达，你不要相信他，不可能的。我看到了。我不要潦草的离散，因为除了离散，可以打开一页新的篇章。再爱我一遍，用你的眷恋，只有心甘情愿的妥协，不必有太多的埋怨。再抱我一遍，暖我的心田。只有你那温厚的容颜，才能春雨止息我的心结。